这个你也收好，先前旧伤未愈，还是要小心一些。我拿着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快去！快去！白淑君面对韩立倒也沉得住气，坦言是奉师命行事，只为引出韩前辈，末了还不忘补一句，在下也确实真心喜欢穆道友。韩立眼睛一眯，朝一侧无人处似看非看的瞥了一眼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他早已察觉那暗处还藏着一个人。区区结丹修士也敢把算盘打到他头上，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他淡漠开口，韩某的侍妾没有让人的习惯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恐怖的灵压毫无征兆的轰然爆发，如同实质般碾压过去。白淑君面色巨变，噔噔倒退数步，双肩一沉如泰山压顶，膝盖发软，眼看就要当场跪下。他牙关紧咬，拼命挣扎，浑身骨骼咯咯作响，身形却一寸寸矮了下去。就在他即将跪地受辱之际，一道白影从旁闪出，一只手掌轻轻搭上他肩膀，那股万钧巨力竟被瞬间化去。灰发白袍老者现出身来，正是天极门长老鲁卫英。他拱手笑道：“韩道友息怒，是他让弟子如此行事的，否则至今无法得见道友真容。”说罢，扔出一枚绿色玉简，约韩立今晚暗地旨一句，随即便带白淑君飘然而去。韩立负手而立，目送二人消失，周遭修士大气不敢出。方才那股威压扫过整条街巷，这就是元婴修士一怒的分量。回到阁楼，韩立问起吕师兄下落，得知他正在议事大殿参与军情商议。韩立当即前往，守卫验明身份后放行。大殿高阔，10余位元婴修士分坐两侧，正中端坐着2名元婴中期修士，贝叶宗宗主吴鹏和华义门戚夫人，正是九国盟眼下的主事者。洛云宗吕长老含笑招呼，一旁火龙童子也点头致意。人群中，韩立瞥见黄风谷令狐老祖，对方神色如常，毫无波澜。韩立同样微一点头，便落座。在座修士彼此间客套寒暄中，透着一股刻意维持的平静。然而任谁都看得出，那平静底下暗涌的焦虑。韩立只安静听着，目光在各派长老间掠过，魔道玉灵宗的绿袍老者面色阴沉，正道天极门的代表面无表情，几个小宗门的修士则坐立不安，一副盼着有人能给出个主意的模样。吴鹏带他入座后，清清嗓子，寒暄几句后，直接切入正题。前线又持败仗，暗引宗环道友阵亡，这已是开战以来陨落的第2位元婴同道。消息一出，殿内的空气陡然沉了几分。吴鹏话音未落，玉灵宗绿袍老者便迫不及待地开口：“吴宗主，能否仔细说说环道友究竟如何陨落的？若只是不敌对方修士，按理说元婴出窍后遁走，并非难事。”他语气多多，与其说是追问真相，不如说是在替自家宗门盘算，若连逃都逃不掉，那在座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。吴鹏看了一眼戚夫人，面色凝重地解释道：“出手者并非高阶法士，只是2名元婴初期的法士，但灵术威力远超同阶，更可怕的是使用一种诡异宝物。环道友和此前陨落的另一位同道，元婴刚出窍便被封住，连瞬移都无法施展。”大殿之内霎时死寂，数道吸气声同时响起，所有人都在消化这句话的分量。元婴修士的最强底牌被人废了。绿袍老者面色铁青，又追问：“那到底是什么宝物？”吴鹏说他也不清楚，前线弟子只看到一道黑红之光闪过，来去无踪，根本来不及分辨。有修士低声嘀咕：“莫不是消息有误？”戚夫人当即接口，语气带着一丝不悦：“观战弟子亲眼所见，那2名法士不仅容貌古怪，还当众吸食战死者的生魂，无论法士还是修士皆不放过。”他顿了顿，沉声道：“我们怀疑那2人并非人类，很可能是异类所化妖修或邪修。”此言一出，殿内再无人质疑消息真假，反而人人脸色更沉了几分。几位小宗门的修士率先坐不住了，七嘴八舌议论开来。
有人问蛮荒巨兽从何而来，有人说若真是妖修，那该如何应对？有人甚至低声抱怨九国盟此前为何毫无防备。乱哄哄的声浪中透着明显的推诿与不安，谁都不愿意自家弟子被送去前线当炮灰，谁也不相信别派会真心处理。吴鹏面色阴沉，正欲开口压住场面，韩立却忽然出声了：不管那些法师是人还是妖，既然他们敢如此早就亮出底牌，肆无忌惮行凶，就说明木兰人根本不打算打持久战了。他这话说的不紧不慢，却让嘈杂的殿内瞬间安静下来。韩立继续道：以往木兰入侵都是年许甚至数年的拉锯战，双方都避免主力决战，如今又是巨兽破阵，又是异类出手，分明是想速战速决。木兰草原内部恐怕出了大变故。此言一出，吴鹏和戚夫人对视一眼，脸色接连变幻，满殿修士也无不心头一震。那些方才还在互相推诿的宗门长老此刻都沉默了，因为他们都明白韩立的分析意味着什么，不是要不要援兵的问题，而是在互相算计下去，天南可能真的要完。吴鹏最终长叹一声，说：韩道友所分析有理，九国盟一家之力怕是支撑不了多久，必须让整个天南所有宗门都派出第二批援军。戚夫人也开口附和，说他会亲自通知魏无涯等三大元婴后期修士聚齐，以应对木兰神师的威胁。然而话虽如此，在座各派长老虽有附和，却始终无人第一个表态认领出兵数目。推来推去，最终还是吴鹏强压着众人议定了一份折中方案。散会时，每个人都面带疲惫，各怀心事的匆匆离去。韩立与吕长老、火龙童子并肩走出大殿，刚出门口，忽神色一动，说：有故人相约，让二人先走。火龙童子望着韩立远去的背影，笑嘻嘻地冲吕长老说：这人怕是去赴令狐老怪的约吧？黄风谷除了那老头外，再没第二位元婴，他寿元就剩20年，不赶紧找个接班的下场就是灭门。韩立出身黄风谷的事又不是什么秘密，一查便知。吕长老默然片刻，叹道：若韩师弟真要回去，我和师兄也绑不住他，一切随缘吧。韩立独自转入一条偏僻小街，二人在他身后议论的这番言语，他自然不知，但即便知道，他也不会有太多波澜。令狐老祖此人，在他心中早已被翻过那一页了。当年七派败退越国，令狐老祖为保全黄风谷核心力量，将韩立等一批低阶弟子当作诱饵抛给魔道追兵。若非韩立命硬，早在当年就成了那批诱饵中一具无名枯骨。这件事他虽早已放下，不再记恨，但要说毫无芥蒂，那也是假的。如今令狐老祖寿元将近，突然出现邀约，用意自然再明显不过。黄风谷后继无人，他需要一个元婴修士回去镇场子。